嘿，你们好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那如果你要看久一点呢，你可以按下暂停。如果你已经选好了号码，记得在留言区做一个更强的连接哈。那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喽。来，我们现在从选择第一章的第一题开始哦。第一题是问说他究竟是谁？然后这边有权杖三、金币四者、圣杯骑士哈。然后我们一点一点来看。权杖三呢，哈，其实这边从权杖三的图意哈，牌卡的图意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是一个很在乎哈如何去看到自己未来的这个人啦。因为权杖三象征的某种远景啊，跟拓展人生以及走向更大的舞台的这个什么勇气哈，他看到那个方向，然后他才会确定了目标之后，他那个勇气才会油然而生啦。所以这张牌在告诉我们说，他其实内心其实有一种抱负的，然后也在等待一个很好的时机展开新的旅程哈。他的本身内在的特质，我觉得不太会随波逐流，而且会非常有规划性，而且对于想要做的事情有非常深刻的、深厚的一个憧憬呢。他总是能够在心里勾勒出更远的方向，每一个下一步他都能够想得很清晰。尤其他有一个什么不安于现状的一个灵魂啦，所以他很需要有一片能够承载他整个人生梦想的一个旅程，一个海洋，一个动机很多。所以在这边看起来他可能会有一种如果你认识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好像不在现场。不处于这一个时刻，他会有这个气息，因为你会一直发现他一直在觉得要往未来走去，所以你跟他对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的语气啊，总是有一种未来感，向往着未来感，好像对于未来很多事情都已经有所设定，好像现在当下眼前的这些日常生活啊，都只是暂时的哦，都只是暂时的一种停靠站啊、休息站之类的。他的人生总是有一种处在一种为了下一个目标准备启程的那一个状态，也因此啊，我觉得他散发出一种很强的动能、很强的动能的能量，然后因为他随时随地都走向更宽广的未来，走向下一步更宽广的地方。那这一份动能呢，也许让你觉得它不属于此时此刻了。可是也因为这份动能你会觉得它非常的吸引人，因为权杖三这一个概念的他并不是一个很急躁的人。这个概念里面，它也象征了他是一个非常明白等待的重要性，也懂得如何观察所有的时机。那它本质上面的力量啊，不在于他的那一个冲动性，而是在于对于未来的方向感的那一种坚定。你会发现他的性格有一种安安静静的积极性，很冷静的积极性，他不会一直高喊呼喊着他要做什么。你发现他就像是冷冷漠漠的、安安静静的往他的未来慢慢的走去。他的积极啊，对于未来啊，有一种因为冷静的状态里所产生的那一种迷人的魅力啦。因为你们在对话里面，他会让你看到说他将要走到何方，他将要走到什么方向。然后你在听他谈论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很高度的好奇。你会好奇着，在他要往未来走去的那个方向里面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一席之地啊？会有这个感觉。所以权杖三在暗示什么？它可能来自一个与你很有距离的一个环境啊，可能是地理上的距离啊，可能是背景啊，可能是价值观啊这些，可是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人生视野啊，会比你所认识的很多人都更宽广。而且他算是没有什么边界线的，他很喜欢跨越各种的边界去做挑战、去做尝试。所以你未来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感觉到会有一种非常宽广的新视角，就在你的人生里面出现再来，我们看到金币侍者金币侍者这边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学习，
然后也在这份学习之中在成长的一个灵魂的感觉。因为金币侍者带来的是一种探索，然后也想要去努力实践的一种能量，因为他只有在侍者嘛，是很年轻的一种动机了。他不是一个已经完成所有一切的人，然后而是正在走向那一个他想要去的路上，然后一步一步的学习的人。他很愿意透过各种的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那这张金币侍者描绘出他的内在的有一种很谦逊的感觉，很专注的一个特质。那他对未来的新鲜的东西都保持着非常高度的好奇，也很扎实的愿意一步一步的去把这些基础都搭建起来。我觉得他的性格里面有一种非常高度的耐心跟真诚金币侍者他不是一种很耀眼的，他不是一种他一出场就非常耀眼的这种性质的人，但是慢慢的相处会发现他是一个，他可能是你身边里面最可靠的那一种，而且是一步一步的建立出那种可靠的信念。我觉得他也不是一个一开始就能够产生或者是制造很高度的绝对浪漫的人而是那一种慢慢的细水长流的那一种方式然后让你发现他的内在的那一种真心。所以当你跟他互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对很多细节的用心，一些小小的讯息一些很贴心的举动都能够透过他对你的在意这些东西，就慢慢的把它展现出来了。所以这张牌，我觉得也象征他在一些物质或是现实生活上面的一些努力啦。我觉得他不是靠运气的，而是靠很多的勤奋。然后他或许现在也正在建立自己的一些事业基础或是为未来规划打下某些很重要的一些根基。然后他在跟你谈论他的梦想的时候，他绝对不是空谈的，而是他都已经一步一步的在实践，甚至已经超越了他嘴巴所讲的那一个程度了。因为金币侍者代表说，他所有的自己，他希望都靠一些很物质的、很具体的呈现去表达出来，而不是都是一些空泛的谈论这样。所以金币侍者这边其实也在提醒他人生现在的阶段，可能是他下一个目标的初期的成长的阶段部分了。就是说他可能上一个阶段已经完成了，现在有一个新的目标这样，或是他人生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是金币侍者在代表说还在初期，所以你跟他遇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性质，各种内在都在摸索，很多自我价值。也正因为这样，他很渴望跟他在一起的人其实可以互相成长，可以互相扶持。所以他看到你的时候，你在他眼里应该不会只是一个恋人、爱人，而是如果能在一起，未来是能够一起迈向更大的人生的一个旅伴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再来圣杯骑士圣杯骑士应该这边讲的是一种浪漫跟直觉的部分，而且是有实践力的啦。因为圣杯骑士本来就带着很强烈的爱跟浪漫那他内在是有一个很敏感的心可是这边又跟金币侍者会有一些冲突嘛。因为金币侍者在讲的是说，他不会在一开始就展现很浪漫的东西，可是圣杯骑士这边却告诉你说，其实他内在是一份拥有浪漫的敏感的心啦，他会慢慢的在表达出来那他其实真的认定你是他恋人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不太会害怕表达自己的真诚啦。因为圣杯其实在这边再出现的话，这张牌其实在描绘他其实对于爱情有一个理想化的想象，有一种追求爱情理想化的一个气质。因为他相信终究爱可以改变很多一切事情爱可以改变一切。所以也许前面我们看到的权杖三或金币侍者都是为了他想要去实践这份他对爱的信念而出现的一些比较外在的、比较动机上面的本质。可是他最深刻里面的心是圣杯骑士。所以当你遇见他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所散发的那个柔和气氛，他的眼神语调或者是一些小小的动作，都会让你发现他非常真诚。这个就是他这边圣杯骑士所展现出来的啦。
其实当他开始认定你的时候，他开始发现你们之间的情感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开始不会害怕展现自己的心情啊、态度、情绪或感情，因为在这个部分，他也不怕被看穿了。因为这样子的他可能会让你，如果给予太多他会有一点点害怕展现的不够真实，可是他又不太想阻止自己要把这一些对你的情感都表达出来，因为已经到圣杯骑士，那个行动力就会非常高。然后他对于爱情的表达这些，他不太像一般人会讲比较多的防备啦，他会越来越赤裸的去展现给你他对于爱情的想法跟对于你的喜欢和爱所以圣杯骑士啊，对爱其实是有一种非常理想主义的感觉，他非常期待一种非常纯粹的连接，一个能够触动灵魂的一个相遇。我觉得他可能在于爱的这个方面里面有蛮多的梦想啦，然后他的心里有蛮多的诗句，做事情有很多的诗意这就会慢慢的呈现出他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他有这么浪漫的一面。那同时啊，他也在这一步一步之间在学习怎么让这一份爱跟实践爱的这一个路径上面，慢慢的让它落地，让它的着地。意思就是说，他希望所有的爱都有一个具体的呈现然后能够完整的塑造所谓的彼此是最好的伴侣的这个路径所以他其实他最终还是非常追求那一种灵魂上面的共鸣。于是啊，圣杯骑士的出现意味着你们在相遇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是那个主动性比较强的人，他会主动的去表达对你的在乎、对你的在意也是那一个会首先靠近你的人，因为他的心非常敏感，而且也非常勇敢啦。他虽然前面有一些金币侍者啊这种比较稳定的能量，可是我觉得在这几张牌对照起来的话，我觉得圣杯骑士的能量是更强一些。所以当他看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他会用一些比较特别的方式，让你清楚的感觉到说，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你对他的好奇心，对他的未来的展望，你是否觉得自己有没有一席之地那在这里，我觉得他会让你清楚的感觉到说，他不会让你只是路过，他不会想要让你错过，他是真心的想要带领你走进你的生命，也让你走进他的生命旅程里来，我们来看到第二题第二题我们在问的是他在哪啦，然后有金币6、宝剑4则跟权杖2我觉得在金币6里面，我们这边要谈论的是关于所谓的付出跟交换，付出跟交换那金币6在这个给予能量流动给予的这个概念里面，我们要问到它在哪的时候，其实这张牌在提示的是，它蛮适合出现在一种互相帮助、互相给予的一个场景环境里啦。也就是说，可能是人跟人之间有产生一些资源的交流或是情感的交流的那个场域里面所以那一个场域里面，其实很着重在所谓的分享，很着重在所谓的帮助，是例如说一些学习的场合，或是公益的活动或是一些关于职场的工作上面的合作，甚至最低端的一个能量的话，可能也有到朋友之间的互相的帮忙这样。所以他并不是一个独自孤立的人而是跟其他人都有一种保持着不错的互动的人。那在这些互动的时候，他会展现出他自己个人一些很慷慨的那一面，所以他应该是非常热情于去帮助别人，然后也在学习如何接受其他人的帮助。所以金币6告诉我们他的人生在这个时刻应该是处在一种能量交换的一个阶段。他可能在职场上面正在跟其他人做合作，然后或是正在参与某种一些群体的一种合作的方案。那他的能量现在的状况并不是一个孤独独立的啦，而是跟他现在所在的周围的环境有紧密的相连。所以
当你靠近这种有所谓的环境合作的场域的时候，你就很有可能会遇见他，因为他会在这个场域里面呢，很明确的展现出自己的特质啦。所以金币二这里其实也带着一种平衡的意味，因为他其实现在他的阶段，我觉得他本来的特质应该是付出比较多，比较不习惯于去接受他人的帮助。可是以他现在的这个阶段，我觉得他也在学习所谓的接受啦，也在学习所谓的接受。在学习不只是给予，也要懂得去跟别人做一种情感上面的交流的获得。这里在讲的是一种彼此支持，彼此支持。所以如果你去参加一些活动啊、合作方面，你有发现说它是一个彼此支持的能量的场域的话，它可能就在这个附近做比较，它的能量会在这里跟你有所交流啦。虽然这个点会比较难找到，可是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讯息你可以观察一下你现在所在的环境是否有这样子的一个场域的发生。那再来宝剑侍者的话，我觉得以现在他的状况，他也处在一种在观察，也在学习的状况。因为侍者能量都有学习了，只是看他是从什么角度去做学习的。所以，我觉得宝剑侍者带来了非常高度的好奇，还有一些收集。所以我们问到他在哪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在学校啊，或在一些课程，或是在一些工作坊，或是在一些书店有资讯交流的场合，跟前面所谓的能量交流不一样，这里是资讯交流，他自己个人去索取的，所以他现在会比较像是一种观察者，然后眼睛总是在看啊，耳朵总是在听啊，他会在这些地方去捕捉很多的线索，试着去理解这个世界。我觉得他的存在比较不像圣杯骑士那样比较热情奔放了，而是更偏向于一种安静的记录的思考。因为宝剑侍者的能量代表是他常常可能会在网络世界出现因为那边有非常多的象征性的讯息资讯在做流动嘛，所以他或许会透过社群平台啊，或是线上的一些论坛啊，会用一种文字的交流的方式跟其他人做互动。所以当你也在这些空间里面的时候，也许你会不经意的跟他有所交集啦。那此外呢，宝剑侍者也在提醒他现在可能也在他想要学习的方向或者项目里面来说，他是一个初学者的位置，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要进入一个很深刻的关系，即使在爱情上也是，他正在一种积极学习去提升自己的一个阶段，然后更多的是他希望能够更有能力的去表达自己，然后，所以他现在所在的位置仍然带有一种过渡性质啦。就是说，你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虽然不会让你觉得他是一个很陌生的人，也不会一直跟你保持距离，好像陌生人这样，但他也不会这么快的去深入进入到一种伴侣的状况。他对于恋情的部分的话，其实还会在观望跟探索之中啦。主要是因为他现在的很多的核心都比较着重在自己身上。再来，我们看到权杖2我觉得他现在人生的位置也在一种选择跟计划怎么往后面走的一个状况了。其实跟前面的权杖3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权杖2跟权杖3都出现了，表示他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他现在正在人生的某一种转折或是交叉点上面了。他现在此时此刻的他，应该对于他未来的方向非常。他要如何确定，要如何往下面走，他其实花了蛮大的心力的。所以在他的职涯中啊、生活中啊，目前正是一个重要的选择的时段了。因为他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停在现在这个阶段，不会留在原地，所以他一直在努力的计划如何向外拓展人生，如何再往未来走去新的方向。所以他现在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可能连他的工作。他住的地方或是城市可能都不是那么固定因为他可能正准备离开，要去新的位置寻找新的方向。所以具体来说，他也有可能会在某些有关于拓展未来方向的一个场景出现，比如说一些博览会啊，
旅行的一些计划中啊，一些旅行规划，或是学业啊、事业的一个转换的就是一些接待的咨询的位置了。那以工作上来说，他可能也在强烈的要去拓展他新的 case、新的专案这样子，因为他现在的整个状况从我们前面看到这里，都已经有发现他一直在不断的思考下一步要往哪里走去了，所以你可能会在这样子正在追寻所谓的人生下一步的这一个场域里面，会再遇见他。那权杖二同时也在暗示某种距离啦，所以一开始你认识他的时候，有可能你们会在地理上面的话会有一些分离，就是可能会在，如果一开始就进入恋情的话，可能一开始就要进入远距离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你们的生活圈其实会暂时的不同，但是不代表这个相遇会在这里就断掉了，反而是意味着说当他开始做出他要往未来走去方向的时候，两个。第一，你是否要跟上？第二，你是否也在同一条路径上？说不定你们其实就在同一条路径上所以呢，我觉得这3张牌所描绘出的他在哪其实在讲的是他其实现在处在一种动态的一个状态里，也不断的学习在跟整个世界在做一个互动，也在准备往未来前行啦。所以你有可能会在什么情况遇到他？第一，就是他准备要往下一步的方向走去的时候，你刚好也在他的抉择点，你会要不要跟上或是你们刚好并行？但也有一个状况是，当他跨出了到了一个新的领域、新的世界的时候，你刚好就在他的下一步里面与他相遇，是不一定的只是当你遇到他的时候，你也很明确的感觉到说，他的人生正在转换之中。所以我们来到了第3题何时会见到他？何时会见到他？那这边有圣杯5圣杯5、圣杯7跟宝剑9我们先从圣杯5讲好了，因为圣杯5本身就关于一种失落跟调整所以我觉得圣杯5，其实它在暗示着你会在经历情感上有比较低潮跟失落的时候你的位置还蛮有机会会遇到他的。我觉得这个情况比较像是说，宇宙希望你透过一次心灵的重新整理，然后去腾出一些空间去迎接新的能量。也就是说，它的出现有点在暗示你说，你现在心里有很多旧的思维填满了你新的能量进不来。其实通常这个状况都是希望你赶快脱离旧的感觉啦，脱离旧的感觉。所以换句话说，何时会遇到他的这个何时的答案和情绪有关，因为当你从过去的一段感情伤痛、痛苦、低谷之中慢慢的走出来的时候，然后不再纠结已经离开的过去就是过去已死了那你在未来的时候，为了未来有打开新的门吗？圣杯5这边在提醒你命运中的很多的相遇啦，往往都不是在彼此最顺利、能量最好的时候。可是当你的能量正在努力振作，准备迎接新的爱的那一刻的时候，其实那个好的能量就会慢慢的串流进来的。所以其实这张牌也预示着某些时机，可能会在你的内在的心灵的转折的时刻的时候，自我重建的时候，从一次失望之中重生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说，在圣杯5其实其中有2个圣杯其实还是站立的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些些微的希望，你是否看到？你是否选择？所以当你重建自我站起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2个站立的杯子也就代表宇宙为你准备好的这一个新的能量的讯号，你有抓到，你有获得。所以圣杯5在回答什么时候遇到他的时候，其实讲的就是说啦，当你从过去的遗憾转向未来的可能的时候，你就会在新的视野里面发现有一个人，有一个好的能量正在慢慢的靠近你。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个转向，你的视野是感受不到这个能量靠近的啦，因为你看不到那么圣杯7的时候，我觉得圣杯7象征的某种抉择跟梦想正在交错的时刻你看，其实2个圣杯带来的水能量都代表说，新的能量靠近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很饱满的感情能量正在靠近。你没有被感情所遗弃了，这就只是一些视野
跟选择之中，你是否有看到？因为圣杯七象征的那一种选择啊、幻想啊和不确定性都会出现。它暗示着什么？它暗示着你可能会面临很多的选项的时刻的时候，也就是要不要往未来走去啊？有没有新的机会啊？有没有要提升自己啊？有很多的改变自己的选项的时候，哈，这个时候好的能量、不同的人、新的机会，然后也会慢慢的就会串流到你的生活里面，只是在你的视野里面会看起来比较模糊啊，因为是圣杯七嘛，选择很多，选择一多就难以选择，它就会呈现出另外一种不同形态的雾气，它会让你不知道该做什么决定，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该有点慌乱的感觉，可是也正因为在这一个时刻，他就要进来了，他就要走进来了，因为他会慢慢的出现。如果又刚好在前面圣杯五的视野上，你刚好转到他的时候，他的出现会反而成为这一段迷雾里面非常清晰的感觉，你会感觉到就是这个人啊。所以圣杯七其实在提醒你在他出现的这一个时刻啊，就跟圣杯五一样，圣杯五讲的是那个低谷嘛。圣杯七讲的是什么？一种混乱、不确定性的感觉。这双重感觉出现的时候，它反而要跑来了你可能会在生活里面感觉到很多不明朗的状况，不知道该怎么办，慌乱的感觉会出现。所以甚至会有很明确的觉得，你每一天都在迷雾之中往前走，很正常。但是也因为这一个讯号，代表他就正要走进来了。也正因为如此啊。它慢慢出现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一种很奇妙的直觉是，我好像有什么可以依赖的好能量正在靠近你，会有但是它的关键点在什么？你有没有要做转变？我一直在讲视野，因为你没有转向，你一直在看顾着过去，或是时常回头，而没往未来走去。所以他即便靠近你也看不到，可是这里就一直在讲这个混乱，就只差你转向而看到它，它就在附近所以他靠近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感觉是，我有没有该怎么说？你会发现好像有一个不确定的爱的感觉正在靠近，而你有没有要选择去尝试新的位置？你知道为何他这边会出现这个吗？因为圣杯七跟圣杯五的交错前面，其实已经有12个杯子了他其实在告诉你说，因为你在跟现实、跟你心情还在跟过去做拉扯之中的时候，你有一点点不想往未来迈去，所以它会出现一种选择爱的难题。可是它并不代表这个人没靠近，他是有靠近的你可能会很慌乱说，为何会在一种我在心情的低谷，或是我好像还没有整理完自己的时候，这份爱就出现了。可是这里却告诉你说，其实他这个人的出现有一种是一种好的能量，要带领你去提升到下一个境界的状况。有的时候啦，有非常小的状况里面的时候，他比较像是一个拯救者的状况，会在你低谷的时候把你拉出来了。也许你会觉得我自己心里都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我不想接受这份爱。可是有的时候，爱就是会出现在非常及时的、提早的一种你很难准备好它才出现的一个状况。所以圣杯七在告诉你说，它会出现在你非常困惑的时候。可是你要记得，你内心也非常渴望一个答案，就是谁能够把我带领到新的位置，谁能够把我带领到新的未来。会有这个状况也会出现于是它的出现带着一份好能量跟爱的出现，会让你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啦。其实这一题到这里就比较难，因为我们从前面一路看下来，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带着未来性的人。结果我们到这两组牌，圣杯五到圣杯七的时候，发现说你的问题出在你有没有要跟上。所以我们前面在权杖3的时候也有看到，它不会做停留它是一个动作型的，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个时候要上车，要跟上。所以它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它在圣杯五跟圣杯七已经讲到说，这是一个面临多重选择的时刻了。所以我们前面也讲到说，他做了新的未来的
往下走去的时候，下一阶段的时候，你有没有要跟上，也有这个暗示哦。所以这份要不要，确实是会很困扰。可是在这里有在讲说，这个人的出现本身就是你的一个救命星 ，lucky star 啦。它会让你对于爱情跟未来方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不如去试看看，去跟上看看哈。那我们再来，我们看到宝剑九，宝剑九本身就代表了在黑暗之中要迎接晨曦啦，日出啦。哦，宝剑九它不是一个永远都处在夜晚的挣扎、焦虑、失眠、恐惧的状况，它有下一步，下一步就是要迎接日出。好，所以这边暗示了什么？它应该这3张牌都在讲哦，它会出现在你最脆弱、最无助、最渴望一份爱可以安慰你，而你也可以依赖的这一个时刻。所以，如果你开始感觉到一切都感觉到最低谷的时候，那它就真的要出现，因为3张牌都讲一样的事情哈。所以，在它出现的这段时间，你可能会伴随着很多各种生活各方面的一种不安。那宇宙在这里为你做的安排是说，当你快要被黑夜的压力压倒的时候啊，也差不多就要日出了啦。也就是说，它的光也差不多要靠近你了。宝剑九从来就没有象征说是一个永久永恒的痛苦，它讲的是黎明之前最黑暗的时刻而已啦。它讲的是这个而已。所以我们看到宝剑九、宝剑10的时候，都不要这么灰心哈，因为这2张牌都有所谓的下一步光明的感觉。所以这里暗示着什么？它出现的时候，确实是一道初始晨曦，为你照亮新的未来。当你正在为现在的生活烦恼哈，心里有非常多的焦虑，或是对于以前的爱情的一些留恋哈，都在拉扯你的时候，可是它一出现的时候，那一份安心就来了。你可能不会在整个感受上最轻松、最得意的时候遇到他，可是你会在你最需要有人理解你、安慰你的时候，他会出现。所以这张牌在告诉你说，他何时出现的时候，我觉得讲的是你的心灵的转折的那一个瞬间。当你走到生活最低谷的时候，其实它就要来了。我们会觉得怎么可能？可是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因为什么？正负能量需要填补，互相达到平衡啊。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它的正能量是在高涨的时候，刚好，你的能量比较低的时候，他就会看到你，你对他来说非常明显、非常显眼、非常想要去在意。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一组我们看得出来。它不是在一个2个能量都完整的时候产生对齐的一个互相看见，我觉得它是一种互相拯救的状况里，所以你会想说，他如果现在这个状况拯救了你，那未来呢，你也会互相拯救他。当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互相会高高低低啦，所以你也不用觉得自己会亏欠他，你只要自己的心意看准，说你有没有想要去迎接那一个美妙的日出，想要的话就去跟上哈。好。那这就是第1张牌哈，我们把你跟他的能量的状况分析出来了，所以你大概可以感觉一下，他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时候遇到说什么样子的情境，大致上是这样，你可以注意一下，留意一下哈。那这就是1号牌的朋友哈，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来哈，我们现在来看第2张牌的第1题哈。第1题我们问的是说，他究竟是谁啦？那我们这边有月亮、权杖7的逆位，还有审判牌。我们从月亮来开始看哈。月亮其实它是一个情感细腻啦哈，可是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很明确的感觉到说，它带着很强烈的一个神秘感啦。那月亮牌本身有象征很强烈的直觉，还有它有隐藏的那一面。所以当它出现在它究竟是谁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它勾勒出一种有关于感受力非常敏锐，然后他并不是一个容易被完全看穿的人。那他在观察其他人跟整个环境啊，整个他附近周遭所发生的所有事情的时候，他可能是那个直觉最强的人，因为他能够感受整个环境中的一些推敲、氛围的演变也能够很好的去捕捉别人没有说出口的内在的低语，还有话中话，还有一些心思了。所以我觉得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被说透、被看透，然后你会发现他非常会去细读
很多人跟人彼此之间的情感的流动。所以这边也就在说一件事情哦，如果你一看到他就对他有好感，他立刻会发现，但他不一定会说破了哦。那他的眼神会有一点点比他的语言在更快的向你透露出，他其实有点知道你真正的心意是什么，你的心思是什么，你想问的问题真正的意涵是什么。哦，他其实像他这个敏感的感觉啊，也没有说很隐藏啊，也很外显。他会让他在人群里面带着一种很奇妙的蓝紫色，或是北极的那一种颜色系的那一种气息、那种氛围的一个气质啦。毕竟他这边我们抽到第一张牌是月亮牌嘛，那本身月亮牌带着某种矛盾它可能会有光明与阴暗的两面哦。也就是说，他的个性里面会有非常多的诗意、诗的情境，代表他非常浪漫，但这其中也代表非常多的不确定。所以这一份敏感，他并不是一定都会有所答案，反而有的时候会攻击他自己，让他觉得说他会怀疑自己。你会发现他并不是总是很稳定啦。他对于很多话题有可能会有很深入的情感，很想靠进去诉说、去表达。但是有些话题或有些对话的时候，他会退回自己的世界，进入一种深层的沉思，这种很让人难以捉摸。所以这样子的他其实啦，无论他走前往后退，他都其实是极度真实的一个人。主要是因为他的内在层次非常多元、非常丰富。那他有很努力的在打开自己的内心，去取得跟其他人的一个信任，或是去愿意相信他人。可是问题出在这一份他要打开的层次太多了，他有一点分不清楚哪些打开了，哪些还没打开。但是你会很明确的感觉到他的真实，是因为他有一种很深刻、很深层的情感连接跟很多人。所以我们要从这张牌问说他到底是谁？我觉得，他是一个在夜晚能够被月光照亮的人。他在这些很暗的状态里面，他能找到自己，他的直觉也能够引领自己。可是缺点是什么？只照亮他自己，所以他内心渴望的是一个真正能理解他的人啦，因为他很理解其他人，所以他在期待说，那谁来理解他？他会有这个情感细腻的部分，会很快的就展现出来，你会敏感的感受到了。再来第二张牌是权杖7的逆位7的时候在正位的时候，它本身是一个个人的防御跟坚持了。可是，在逆位的时候，其实它展现出一种我不想对抗了。我厌倦了自己一个人，我厌倦了自己一个人在努力这样。所以这张牌在告诉我们说，他已经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压力跟挑战，还有一段时间在不断的跟这个世界证明自己的存在，还一直跟整个环境、跟整个世界保持一种对抗的状态。那他逆位的时候表示什么？他不要了，他不要对抗了。他这些武装他都不要了。所以他究竟是谁的这个阶段呢？其实他学会了，你会发现他对于很多的纷争、很多的抗辩、争辩，他都不渴望了。那这份不渴望的底下是什么？他对于胜利也不渴望了。他真正渴望的是什么？我是谁？真正的我是谁？他渴望的是真诚的在这个世界里面立足，而不是用胜利来确定自己的立足点。他只要真诚就好了。所以呢，符合前面的月亮牌，他希望一个他遇见的人是一个能让他安心做自己的人，而在他做自己的当下还被理解。其实这两张牌搭起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他是一个灵魂在告诉他了，他不再需要对于任何事情都有所防备，他相信有跟某个人有真正的连结，这个就是最大的胜利。而这个连结就在于是什么？最深层的理解，他被理解，互相理解。因此你会在他身上看到某一种温柔的退让啦。就是他对很多事情开始要有纷争、要有争斗、对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率先退让，不是因为他懦弱或是他没那个勇气，而是因为他已经高度成熟于他这一个年龄层、他这个层次上的人。他眼神里会露出一种无论输赢我都不想战斗的那种平静感。
所以他这种能量呢，对于他想要找到的对象来说，他要的是那一种极度的安全感啦，因为他已经卸下武装了，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保护他自己的心灵了，唯有真诚跟真实哦。所以在权杖七的逆位的时候啊，你会看到一个已经放下旧的模式的人，你会看到他在侃侃而谈，他以前是怎么样子努力对抗这个世界，想要拼命的去证明自己，而现在他只在乎自己是谁。我找到了自己了嘛？我认识我最真实的自己了嘛？他现在是用这个心态在面对爱与他的生活了。那再来第三张牌审判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这前2张牌之后，他已经进入某种重生跟觉醒。所以这3张牌抽的不错哈，因为他到最后审判出来了，他等于是在这一个他究竟是谁的时候做了一个结语啊。因为审判牌其实本身就充满某种转折的收尾，觉醒、重生、灵魂被召唤，都是一个向上提升的一个状态。可是它也代表什么？它在这个向上提升之前，一定有一个转折，而转折之前的另外一个已经被抛弃了。好，也不能说被抛弃，而是被升华了，被转换了。所以这里的讯息很清楚，就是他一定经历过了一些没有说出来的事情，而造成这一个重大的改变。而他可能正在准备进入新阶段，或是他已经不知不觉的进入到了他的新的阶段。所以你会感受到说，其实你遇到他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觉醒了啦。他在选择觉醒跟被迫看到自己的真相之前，之后你会遇到他，因为我看到这3张牌带来某种松弛感，很松的感觉。表示他这一份重新出发，在这一份到新的领域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松弛了，所以他会让你知道说，真正的相处、真正的人的关系、真正的爱，都是跟生命的重量有关，都跟自己是谁、什么是我们、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有多特别。他在讲的是这个，会讲的会更高级、更深层、就刚我讲的更松弛，松弛很重要哈。它并不是只是生活上面的慵懒，它有一种是轻松的看待生命的一个感觉。所以审判牌这边意味着他怎样？他已经听到他内心的召唤了。所以你会发现，他对于外在的追求，对于他人的认可，都大不过他内心追求真实的这个渴望。所以你发现，他对于所谓的灵性的探索、人生生命的信念，还有生命的意义，他会非常非常非常重视。你会发现有很多加在身体以外的锦上添花的这些事情，他都没什么兴趣，因为他内在已经被唤醒，某种要追求自己生命或是灵魂或是灵力各方面要往哪里走，他已经走到这个阶段。所以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有一种生命的全新的勇气。你跟随着他之后，你会发现说，哇！他在这个学习的路上，你还能够不断的向他学习，而这个学习的核心是什么？他很透明，他很诚实，所以你跟他如果进入交往或爱的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没有隐藏任何东西，而还无私的给予你所有他所学习到的个人内在的身心灵的成长。你会跟着他觉醒，或是不断觉醒啊。所以我觉得这3张牌其实有在共同塑造出他一个面貌，我觉得这个很一致。你先看哦，审判牌有他内心灵魂的重生跟觉醒，月亮牌却告诉你他很敏感，所以他觉醒的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而且他还在权杖7的逆位的时候，先放下了防备，用一种全裸的心态去面对接下来的世界。其实这3层加注在一起，它其实有一种完整的蜕变。在你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蜕变完成了，而且你会发现说，他真的与他的与众不同，你很难忽略掉他在你前面出现了。好，再来第2题那他现在在哪里？我们看到是恋人、金币2跟权杖皇后。从恋人开始讲好了。那恋人牌告诉我们说，他其实正在选择某些感觉，因为他心灵上应该在这个时间点遇到你的前前后后，他应该有一个心灵上有一个直觉，觉得他好像走到了必须要面对选择爱情，或是选择自己的心意的一个情况里。那这是他的心境的部分，可是我们这边说他在哪里？所以，在他恋人牌所暗示的是，他可能
该怎么说？我觉得他可能会在某一些有关于必须去面对自己的一个场合，可能一些课程啊，或是该怎么说，心灵交流啊、心灵共鸣啊，或是朋友间的聚会啊，一些社交的环境说，他必须交出自己的一个场合。人与人之间会有一些亲密的互动，跟好朋友或什么亲密互动的那些场合，比较拿出真心的一个场合的时候，他应该会在那里出现。因为恋人牌在这里嘛，他其实恋人牌处在这个他在哪这个题目来说，他讲的是一个很深层的啦。他应该，我讲一个最淡的，就是他会在他跟朋友相聚的时候，尤其是他认识信任的朋友相聚的时候，你可能会是被带来的人，或是你的朋友跟他的朋友其实共同朋友这个状况哈。然后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状况是，他那个时候非常渴望跟渴求有人能够理解他，所以他才来参与，因为他希望在他熟悉的人、能给予他安全感的人、他能够信任的朋友之间，同事啊、朋友都可以啦。好，或是他心里设定的一个家人的概念的状况里面，这种聚会的时候，他希望里面能受到支持，还要被理解，因为这些人已经是非常靠近理解他的。可是他有可能在这个情况里跟这个环境，他没有料想到你会出现，而你正是那一个能够让他心跟心能够产生最大连结的那一个人。所以你们的第一次相遇，在某些命运的编织上来讲，你们只是这次相遇。看似是偶然，可是我觉得是前面铺陈了非常多人的故事线，而最后把你们拉进来。所以，当他遇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抉择点，是恋人牌讲的。因为恋人牌本来在讲一些选择啦，当他出现在你面前，或当他跟你认识的时候，他应该会有明确的感觉到你会理解他。所以他这个时候恋人牌的力量出现的内容是什么？他有再多一次的确定要不要让你靠近，或是他要不要靠近你，因为他在你出现的时候，他心里有一种很强烈的连接，知道这个人很重要，你很重要，这个是很特别的状况哈。所以，那我们回到一些生活的话，就是应该会在朋友的聚会会遇到了，因为你们中间有蛮明确的连接的桥有搭起来，只是要不要走上这个桥而已啦哈。恋人牌已经有出现了一个连接的事件有，再来我们又说到的是金币二哈，你看这个连接最后还在金币二，在做调和，在做平衡，在这些流动跟变动之中，在做到一些两边对称哈。所以如果以场域来说，它有可能连接到工作，或是生活上有一些事情需要去两边处理的状况。那前面的聚会有。但是他去参加这个朋友的聚会的时候，有可能他的出现的理由是因为他有一个任务，他可能要去听朋友说什么，或是有可能是每个月朋友的聚会的互相报告现在生活状况，或是他的朋友可能很需要他来讲一讲工作上的事情、工作上的意见之类的，他必须要给予，也必须要有所获得，这样他必须要在这两个角色里面互相变换，就是金币二的感觉。所以这里也暗示着他要去见某个他信任的人，而你也在场啦。因为这里有金币二也代表某种变动，因为它这是两个东西左右变换嘛，所以这个变动代表什么？它有可能会出现很多次。而你会在其中一次会遇到他，他近期这一段时间的这个状况，他会有很常需要去为他人去做某种调和，做某种平衡，有一个奔波的感觉。这奔波的感觉有点像朋友的聚会，或是跟朋友去旅行，或是上班时间的一些外出忙碌的状况都有，因为他现在一直很需要自己跟。就是两个端点的移动，就在这些有移动的随机性里面，我觉得你会在中间出现啦。然后金币二有代表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还蛮忙碌的，在其他人之间穿梭，所以你不难遇到他，因为他的机动性很高。
你不需要去找到他所在的点，因为他自己本身机动性很高，所以我觉得你们的遇见不难啦在金币2这边讲的。那再来权杖皇后，我觉得权杖皇后带来的是某种光和热的集中啊，就是会在一种非常有活力的、非常有人跟人之间相聚的光和热的那一种能量的场域里面出现。所以你看3张牌1、2、3到这边都还在强调人与人交流的场合，无论是社交的啦、工作的啦，或是合作啊，或是某些随机的人跟人互动的一些空间啊、展览啊，反正非常强调人跟人的互动。然后它绝对是你能够立刻看到的人，因为这3张牌都代表什么？它一直都在很容易被光照到的位置，所以它只要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一定看得到它。相反的，他会注意到你。其实前面有很多牌都印证了，他会先主动找你啦。我觉得看起来他会比你更敏感的发现彼此的存在，他会先看到你。尤其在权杖皇后这边又出现了当你发现他在，因为他本身就有自带光芒，当你发现他在的时候，他的前面的月亮的敏感度，他就知道你在看他了。所以其实你是一种被动的被发现。你看到他了，然后有吸引力，知道这个人很亮，他就知道你在看他，他会往你的方向，他会往你这里的视野，然后看到你。其实这是一个互动的状况啊。主要是他本身的那一种强大的活力会让他旁边有很多别人。你会发现很多人愿意跟他聊天，你会发现他在的气氛还不错，好像有很多的答案解答，大家都喜欢跟他讲话。你会被这种大家往他身边的移动所吸引，所以你不会忽视他，而你在这份不忽视他的状况里面，反而让他注意到你的存在。无论你躲在多小的角落或偷看他，他都知道你在。所以我觉得这3张牌在讲说他在哪。第一，一定是跟人互动的场合。气氛很好的，一定是有，尤其是信任的人的场合。所以我在这3张牌有看到一件事情，你们已经有共同的认识的朋友了，有，然后他其实已经在你附近穿梭非常多次了，甚至有可能你已经看过他了，可是都没有记得。可是最近视野有点对齐，因为这3张牌有某种很强烈的调和状况。恋人跟金币2就已经讲清楚了，你们在多重选择里面已经要互相选到彼此了。这2张牌有在讲那权杖皇后代表了什么？彼此的这一个选项特别亮眼，很容易被选到啦，容易被选到。就像今天可能要选1盒巧克力都打开，然后里面每一种口味都不一样，可是偏偏就有一个巧克力的包装纸颜色特别亮，特别吸引人，特别想要先吃它，想要先选择它。你们2个现在就是这个状况，尤其他那边，在所有的人群之中，它就特别亮。他不会躲在那里，还要你花一番辛苦找到他，不会。你看彼此都一样了。来，第3题我们问的是何时会见到他？那这边有塔牌的逆位，有金币国王，还有圣杯1。塔牌的逆位在讲说有一些旧的结构应该正在慢慢的崩解中，也就是说你见到他的时候应该会有一种很特别的转折意味，很奇妙的一个比较像是像偶遇，其实是宇宙安排好的一个转弯，很奇妙。所谓的宇宙安排的转弯叫什么？譬如说你走在一个路上你平常回家都走在一条路上，习惯直路，可是今天突然前面路封了，他们在修路，再重新铺柏油，你必须要走到左边的小巷，你就在这个转弯的时候遇到。这个就是塔牌逆位现在在讲的一件事情是，有些东西看似崩解，只是把你带来了一种类似巧遇的冲击，让你先转换一下，先做一个些微的改变。那这些微的改变在讲什么？在讲后面的一个路径的全部的重建跟重生。看似巧合，其实是安排的。也就是说，你们2个应该有人或2个人都有会在进入一种某种旧秩序被
抛弃而新秩序需要重整的一个阶段。类似什么？搬家就是这个状况，换工作就是这个状况，新学期的开始就是这个状况。家里全部换家具，换书柜，你书要重新整理的一个状况，就是旧的东西崩解，新的东西再重现秩序的一个状况。如果你最近有这个感觉，那就是差不多快要遇见它了。好，那这其中还讲什么？就是你可能会经历某些一些过程啊，那过程就是说，你原本的旧习惯已经不再适合你，你要找到新的习惯，培养一些新的生活的方式。还有可能是你旧的人际关系、朋友关系逐渐淡去，而你需要开始交新的朋友，因为你可能有自我的提升这样。然后你可能生活上遇到一些事情，你有一些新的想法哈，你不想要再用旧的想法来过每一天哈，所以你每天都有一种想要去不断推动自己进入新的样子这样。所以当你这些事情，我刚刚前面讲了这么多的举例，让你开始意识到说自己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自己的时候，或者开始要不是过去的自己的时候，他的身影就要逐渐浮现在你附近了啦。因为塔牌的逆位强调的是某种重建，它可能代表说你经历了很多一次一次内心的挫败跟混乱之后，并没有彻底摧毁你，相反的，你还在这个其中得到了新的坚强的感觉，重拾了旧的碎片，然后重建了自己全新的生活。当这样在重建自己生活，都会发生什么？宇宙会找到其中的缝隙，在你整理的时候，那些缝隙就像那个书柜，还有一些空格，他会安排他进入那里，偷偷进入在那里。所以，我们这边在问说他何时会进来，你就感受到你最近有一种生活各方面有一种新秩序在浮现出来的状况的时候，他也在跟着进来，就对了。好，那再来金币国王讲什么？时间上就是当你进入了这个新秩序之后呢，你会开始感受到生活有一种新的稳定，比以前更脚踏实地。很奇妙的一种脚踏实地，你原本已经很脚踏实地了，可是你发现说这个感觉竟然有升级，好像比以前更稳，好像任何混乱起不了大作用。金币国王同时会提醒说，他可能会有一些跟责任啊、事业和物质安全有关的一些东西啦，所以有可能你可能会在职场啊，或是事业相关的一个场合会遇到他。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它是国王牌嘛，所以它是你在展现你在工作上面的能力的时候然后慢慢的你累积出你的一些人脉啊资源之后它就会在这个工作线的这个路径上面，你们会有一些自己在工作路径上的这一条故事线的连接啦，所以它也有可能会在这个部分的时候就慢慢的浮现在你面前的。所以金币国王这张牌带来的讯息应该是说，你们的相遇应该不会发生在你完全对于人生啊，或是人生职涯各方面的说是完全涣散或是茫然的一个时刻啦。它比较像是你在经营一些工作上的努力，然后开始有一些比较好的收获或者你的业绩啊各方面已经开始排名在前面了，然后也觉得自己的生活各方面也越来越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宇宙才会觉得说这个好的能量已经适合出现在你面前了。所以它就会有一种宇宙给你的努力带来的一种回报啦。因为金币国王它带的这一个稳定跟扎实的感觉，比较像是说你对于生活的各方面的努力，然后再把爱情当成是一种回报送给你。那么以时间点来说，它应该比较着重在生活基础逐渐变得比较扎实的位置的时候，它就会以一个很适配你的生活的一种稳重的姿态，差不多这个概念的时候，它就会走进你的生活里面了。那么到了第三个圣杯一，圣杯一它就是一直都有一种情感开启，情感开始，然后在这边可以当成是情感重新被唤醒，重新被唤醒。因为圣杯一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牌啦，它代表什么？它代表一种新的爱、新的情感的涌现，还有一种全新的心灵的敞开。所以当我们这里要回答说何时会遇到他的时候，所以他的讯息非常直接，他就是说当你开始准备让你的爱，让他人的爱重新流入到你的心中的时候，你内在已经没有太多的挂碍了，已经开放了，比较不再封闭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了。他讲的不太是一个时间上面的等待了，而是一种心灵状态的改变。
他当然在意哈，我是说他，我指的他是宇宙哈，宇宙当然在意你曾经封闭过自己，然后不再轻易的相信爱情了。但当你的心开始感觉到很多的柔软啊，当你的日常生活中重新感受到浪漫啊、希望的时候，我觉得宇宙就是要给你们相遇的一些征兆了。所以从圣杯一跟金币国王这边就可以感觉到哈，你的生命生活开始变得比较放得开，比较稳当的时候，爱情就会在这个时候一个很适配的时机的时候会出现。所以，如果你最近的生活有这两个元素的话，你就要知道了，你们的相遇的预兆哈，征兆已经出现了。那圣杯一本身也象征着首次的心动，第一次的心动，不是说你人生的第一次的心动，而是对于这个能量的靠近，对这一个人的靠近的第一个心动了。因此，你会在某种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特别的瞬间会遇到他，巧遇的能量这边也就会出现了，可能会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日常的闲聊之中，然后突然觉得两个人的眼神有互相触动到，他可能不是一次不经意的互动哦，而是你会感觉到眼前这个人极为陌生、极为随机、极为巧合，可是莫名的就觉得这个就是我想要遇见的人。那这个直觉，它不会来自于你所有的判断的理智啦，不会来自这里，它绝对是来自于灵魂的直觉。所以圣杯一给的时间的答案是说，当你的心也准备好接受爱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而那一刻的时候，世界就会重新为你开始转动起来。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周期的到来。因为记得有的时候一号牌圣杯一啊，权杖一啊，宝剑一的一，它都是一个新周期的起步。表示说之前。那个世界牌所带来的周期的循环已经结束了上一个阶段，那这个新的周期要开始了所以当你翻到这个牌之后，你都要知道说，其实你已经走到一个新的片刻了只是正在开始，一切都是全白的。所以呢，我们从这三张牌看到塔牌的逆位呢，其实在讲说你旧有的东西开始崩解。你要在重建里面找回力量的时候，它就会出现。然后金币国王，也就是你生活开始稳定，身边应该说你心情开始开放其实这三个很像是一个顺序好像重建了、稳定了、心情开放了，它就是一个连续。那它这三个征兆都出现之后呢，它差不多就已经在你附近了。所以呢，我觉得它不会出现在你生活最混乱跟最激烈的时刻啦。而是会出现在你的生活各方面、心情啊、心灵方面都逐渐走向稳定的时候，它就会慢慢的走到你的生命里了。好，那这就是第二张牌的部分希望给你很多不错的讯息跟征兆象征你再确定一下那就这样，谢谢你来听祝福你。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选到第3号牌的朋友那我们看一下第一题是他究竟是谁权杖一、圣杯国王跟圣杯10来。权杖一的话，我觉得它是因为它已经都权杖一了嘛，它就一个新的火花的一个出现我觉得它是你的新的周期的开始因为权杖一本来就有一些很诞生事情的诞生、灵感的重现、灵感的涌现，最重要的火能量代表的就是什么？生命的能量的一个触发，所以这边。他正在回应说他究竟是谁，我觉得讯息非常清楚，他是一个能够点燃你内心一些可能有所熄灭或是快要熄灭的一些生命力的能量。我觉得他是一个能够带来你生命新旅程的一个新的灵魂啦。因为如果是权杖一来去诠释他是谁的话，我觉得他本身带着非常强烈的创造力创造力非常强，还有很多往未来走去的一些行动力。它是正在被点燃的一个火花火苗啦，所以我觉得你很难忽视的是它所带来的一种充满能量的一种感觉你可以以现在的说法来说，它是一个大 E 人吧，不是 I 人，是大 E 人吧然后你在遇见他的时候，你很奇妙的会开始想要做更多的事情，想要展开更多的新的计划，因为他的特质中本来就带有很强烈的一种热情勇敢还有什么？还有不怕冒险的这个概念啦。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只想安于一世的人，然后安顿在某个地方的人，他非常希望能够开创出什么。他在你的生命中的一个角色比较像是无时无刻都会推动你向前的那个人，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累，可是其中的那一个兴奋跟快乐应该会更多那
它有可能会把你觉得比较平淡的生活里面带来更多的刺激跟更多的向往。你一遇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奇妙了，我的世界原本就有在滚动，为什么遇到它之后才真的像是开始进行了某些方向？你会开始在这个比较中觉得你以前的生活好像是停滞的，在它出现之后，世界才开始真正的动了。因为权杖一的他代表着他所追求的生命力是靠的是一种直觉，他不是计算的，他不是一个规划的，他觉得感觉是对，他就要往前冲。这个就是他火能量的一种最强的触发了。那他因为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并愿意跟随自己的直觉，所以在这一个带领之后，他一出现，你会发现说，哇，我竟然也开始学会了跟感染了这种追寻直觉的这一种性格人格，都会被最触发出来了。那么到了第二张牌圣杯国王圣杯国王在这边出现的也很好，因为水能量就出现了，代表什么？他对于直觉、热情、追求的这个行动力是非常成熟的，情感面是非常成熟的，而且他很敏感的可以知道谁跟他有共鸣。因为身为国王，他已经到国王了嘛，表示他是一个比较有智慧的，表示他是一个能够深刻理解他人的一个牌。所以如果要问他是谁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心灵成熟，而且会给予你生活中很多各种方向的一种情绪价值的支持，能量很强。他的情感不是孩子的啦，他是一个在你失落的时候，各方面他会懂得安抚你啊，然后他非常愿意去理解他人。因为它的能量是安静的，然后深厚的。因为圣杯国王就是水跟土能量的结合，只是它水能量是大的，可是它有土能量的支配，支持。所以像这样子的水能量呢，能够怎么样？能够润化，然后滋养你的生命。所以在他的爱情里面呢，会给予一种很强的稳定感，可是又会觉得有很丰沛的情感，因为他完全不害怕面对所有的情绪，还有所有的爱，他会很热情的，而且非常稳定的、稳重的去拥抱这些东西。所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不是一个很冷漠的人反而是一个很细腻，然后很敏锐的人。最重要的是，他能够感知、感受，你的情绪的起起伏伏的那些波动，然后我觉得他不会用很夸张的方式去跟你表达他的情绪跟他的爱啦，他会用很多的眼神会有很多的语气然后会有很多行为行动上面的表达付出，然后让你知道说他一直在看着你，他一直在努力的理解你这样。那圣杯国王的他带着一种可以领导你往前的一种温柔啦，他不是高压的，他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情，而是他会用一种共情、一种共鸣的方式来在你们两个的关系之间找到那一种稳定平衡。所以无论你在生活上各种方面啦，你会一直得到他很高度的情绪价值和实质的支持。所以实质的支持就是你真的需要什么，他会愿意给予。所以慢慢的，圣杯国王会带来一种什么？你会慢慢的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啦。那再来圣杯10的话，我觉得因为10嘛，圣杯的10，所以他其实内在对于爱情的向往是一种追求圆满的，还要有所归属的。因为在这里我们问说他是谁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他是非常渴望建立与他人有一种同类的归属的同一个方向的。他其实对爱情，他找到爱情、拥护爱情、守护爱情，其实他是因为他把爱情设定为他人生的最重要的核心。其实不能说是爱情就是说那一份爱是他人生的核心。所以当他开始靠近你的时候，他其实从不追求短暂的激情他渴望的是一种长久的连接。所以他在关系之中他最重视的是我们能不能一起走向未来。因此他在爱情里面会有非常多务实的想法，还有会告诉你很多他对于爱情的跟未来的一种理想。他希望能够跟你一起共同经营下去，然后一起守护这些东西。所以你会感觉到他是以一个家庭核心为情感中心的人，主要是因为他渴望拥有一个可以互相依靠的伴侣啦，也希望
自己就是那个成为可以给予对方人生的一份最重要的安心感的安定的感觉的那一个人，他从来就不觉得爱情是一个来匆匆去匆匆的一种过客的感觉啦，而是需要用心跟真心的走向彼此生命的人。尤其他开始选定你的时候，他就相信自己能够走到你的生命，而且他希望你把他当成是可以并肩往未来走去的人。因为圣杯10的他代表说他是一个追求完整感的完整完整的感觉的人，所以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生活被一种爱所填满，然后有所缺失的时候，他就会把它补齐。所以他是很愿意打造非常高度幸福归属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格啦。所以从这3张牌，我们要看说他究竟是谁我觉得他是一个能够点燃你生命力的人，而且你会发现你在他身上可以学会懂得爱人，因为他很懂得爱你那其实也可以互相依赖，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很用心的想要走到未来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第2题我们要问他在哪有世界、战车、圣杯6牌都不错了因为世界牌代表一种圆满嘛，完成，还有一个新阶段周期的结束嘛，所以讯息很清晰。我觉得这里在讲的是他的一个时间点他正处在一种已经结束了某一个旅程，然后展开一个新篇章，所以他可能会在一个新篇章里面就遇到你那世界牌代表什么？他之前有一个长时间的事情应该已经结束了，比如说学业呀、职涯的转换或者是一个长时间的旅途也有可能。那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来说，它也有可能是一个上一段的感情已经完全结束了这样。因为他的能量有在放出一个讯息，是他现在已经在走向新的路径了那个转弯口，那个匝道已经关起来，他已经在新的位置了，他没有在停滞，他一直在努力的迎接下一段路这样。所以世界牌在这里有一个跨越的感觉所以跨越了什么？它可能有一些国际的色彩多元的环境这边代表什么？它可能时常去接触一些不同背景的人，比如说文化好是一个不同的位置这样。那所以他在告诉你说，他这个人的移动性很大。他面对的很大的一个开放性的场景，所以他可能生活上需要接触非常多的人，也要去非常多的地方那也因为他这个移动性，所以他跟你相遇的契机还蛮高的。但是遇到他之后，你要发现他其实他可能不是一个当下啦，你会发现他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一直跟你时常陪在你身边初期的时候，因为移动性很大在这边讲到了一个距离的感觉有在这边会出现。可是我们这边问到他在哪比较像是让你知道他在你的生命范围里面的哪里啦。那这里世界牌就是有好有坏，他会因为这一个优点然后遇见你，可是他也会转换成一个缺点，就是可能你们初期相处的时间就没有那么长，可能会有一些间歇的，可能遇到几个礼拜他要去哪里，1-2个月之后他要去哪里，因为工作或是他本身的喜好各方面所以初期在于相处时间来说，就会可能是一个新的挑战。那再来在战车牌战车牌又讲到了，去配合他世界牌的意念，他其实有在往他很想要走的未来的方向走。所以我们在搭配前面第一题他的人格圣杯10的概念的话，他内在有可能会想要带着你移动，有可能所以以他现在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或是他处在一个他必须往前行的一个目标的旅程来说，具体来说他会有非常多的出差旅行啦，甚至他也有可能一个可能因为战争牌出现了，他可能是一个运动员，他需要到处比赛，或是他的职涯里面需要他去各国他可能是艺术家，需要到处展览这样子的。所以战争牌意味着是说，他的精神状态是一直不断往各个方向前进的，这完全搭配了世界牌那在他的心态上面，他觉得这些前进都是没有办法退缩的，他也不想。所以当他遇到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给你一种非常强烈明确的方向感仿佛他完全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所以它就变成你的课题了，你要跟上嘛，你要跟随嘛，有可能在初期会有这个探讨所以像他这样子的本质上在奔跑追逐在控制自己的生活节奏所以你们在交汇的时候，应该会在一种特别的遇见，
然后应该巧遇的成分会很大哈，因为这一个随机移动性的能量很强。那这里要讲的是，当你们命运交汇的时候，你们的路径重叠，那未来的一致性可能就要靠你们做选择哦。再来圣杯六，圣杯六讲的是某种熟悉、某种回味，所以你们的遇见很有可能强调的是那一个场域是你们两个都熟悉的过往的位置，可能你们是校友，去做同学会。或是去参加什么谁的，去见什么老朋友这样子，你们后来可能认识才发现说，原来你们有一些共通点、共同记忆是相同的。就像我刚讲的同学会嘛，或是你们曾经读过同一个学校哦，只是有学长、学长、学妹哦、学姐、学弟这样，有一个时间上的不同。你们彼此其实不是全然陌生的，你们在过去你们的过去有类似的东西，或是你们同样来自同一个家乡，来自同一个旧的朋友圈，有这样子，圣杯六在提示你这样哈。所以他这个相遇呀，他其实一开始你们遇见的时候就有一种很强烈的连结，不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他有带来的某种你们以前过往的一种纯真一种简单，好像你们两个都在一些繁忙的繁杂的人生里面，最后找到一个休息的一个小片刻的时候，你们就遇见。这样，好，这边在圣杯六在讲的这个，所以你们初期的连结应该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氛围，然后会有很强的共感，会有很强的这份巧遇是应该的。好，所以这3张牌在讲它在哪的话，这的讲的应该就是会在一个随机的时刻遇见，可是会在一个熟悉的场景跟一个熟悉的圈子啊或什么的，因为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发现说，其实你们共同点是你们从来没有认识哈，然后这个遇见啊，会让你们非常感觉到命运好像兜兜转转的，终于走到了你们两个交汇的那一个时间点。好，来我们来看到第3题何时讲时间呢？哈，太阳、女祭司、宝剑3逆位。好，我们先把这2张比较好的牌先讲完哈。那太阳牌代表说有一个新的光芒要来到了啦，它象征很强烈的一种全新的活力跟喜悦哦。所以何时啊？这里的讯息应该是讲说，如果你最近在走向正在一个某种你觉得人生比较多阻碍或是觉得最近比较不上不下，就是有一种水逆的感觉的时候或是一些大转弯的时候，然后可是你已经看到未来的希望了，或是你已经走出来了。你已经转换了，进到一种比较光明面的位置的时候，那它差不多就要出现，因为太阳牌所谓的照亮所有的阴暗面啦。好，那或是你某个之前的某种工作上的阶段性的努力已经结束了，然后你已经拥抱了那些收获，然后你最近已经没有之前那么繁忙了，然后比较自由了，那大概也是这个时段哈。所以太阳能量其实在提醒你啦。你近期，如果你开始展现出你个人的一些风采、光彩、乐观，那差不多他已经有发现你的出现哦。因为这边在讲的是你一直都在他的视野里面，只是你还没被照亮，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光芒用来照亮自己，他就会知道往你这边走来了。那这张牌本来也象征了某种白天阳光一些夏天的概念啦。所以它可能会出现在你一些户外的活动，一些旅游，就是你开始很想要感受到整个户外大自然的阳光的自在的那差不多这个讯号出来的时候，也就是你们相遇的时刻啦。因为太阳牌在告诉你说，它会出现在你生命最光亮感的一个时刻。当你不怕展现自己的时候，那一个时候它会出现。当你很想要用快乐拥抱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它会出现。这就是太阳牌的暗示那再来女祭司牌他希望你完全相信直觉，因为女祭司牌带来是一种直觉里面带有高度的智慧，然后你做的很多的选择，乐观的选择、开朗的选择、相信直觉的选择，其实都是潜意识已经先行把你带领到这些直觉面前，而你听到了直觉，所以他在叫你要尽量的相信直觉啦那要开始去倾听一下内在的声音，因为它会让你在很多很平凡的日子的生活的时间点的时候，因为这些直觉让你做出一些
往他的方向预见的一些选择，比如说今天要去哪里，今天要不要去哪里，今天不要见什么朋友，今天想要见什么朋友，工作我可能想要转换一下新的工作，这 case 我要不要接这个，我要转换。那今天跟客户约在哪个地方见面，我要选这个咖啡店，我不要选那个餐厅，这些的内在的直觉都一直不断的在帮你转弯，指导到你们相遇的位置啦。那女祭司牌也象征了某种什么安静，所以你会慢慢的脱离一些比较嘈杂的位置，也影响了你的选择还有女祭司牌也带来一种内在的领悟。你最近如果开始专注于安静、沉思、自己个人的学习，还有探索一些精神世界的题目的时候，那差不多，他也在告诉你说，在你这些自我领悟的范围里面的时候，你也会照亮自己，他也会比较容易看到你，甚至会在这些学习的场合里面，一个人安静的空间里面，他会出现。因为女祭司的讯息很简单啦，应该不是说很简单，应该说特别的清明明朗。只要你选择你的直觉所带你的路，而不是理性的规划的话，其实女祭司应该已经看到你跟她相遇的那一条路径了，只是你有没有掌握到女祭司的指引因为女祭司算是非常靠近宇宙指引的这个能量，宇宙如何引导你靠近这份爱，女祭司就会指引你靠近这份爱，所以你要去练习听到你自己内在的直觉啦。好，那宝剑三的逆位宝剑三的逆位在讲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就是你的一些旧伤口、旧的感情有一种愈合感的时候，它会带来你内心的柔软啦，就是我们讲一个特别的，譬如说你跟你的前任分手之后，你很排斥跟回避去知道他的任何讯息，不想看到他，不想感受到他，因为他会带来相同的痛苦或什么的。可是宝剑三的逆位带来什么？这些东西都愈合了这些东西你对于这些东西都柔软了，反而你会开始拥抱你真正的失去。然后你会开朗的知道这份失去并不是完全的失去，你也知道说，你也感受到说，你们彼此其实也有爱，也有喜欢，只是因为某些现实的方面的时候，然后分开。有可能感受到这个，或是你内在的那一种柔软，是你已经可以拥抱你们过去的美好，而不会再芥蒂之前的所有的一些痛苦或是分手的心碎。这样，那当你有开这个时刻的时候，你的心已经不在痊愈的阶段了，而是已经完全焕然一新的阶段的时候，或是在痊愈的最尾巴的时候，你差不多也要遇见他了。因为宝剑三的逆位代表说，一段艰难的情感的经历所留下的创伤，然后让你相信爱情其实还是值得去相信的。因为那一些深刻的经历，让你觉得你还是值得被爱，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它搭配了全面的太阳牌，再带来了女祭司牌的给的直觉然后你就会觉得，你跟新恋人相遇的时刻也差不多快到了，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他这三张牌在讲的是什么？太阳牌在讲说你要让自己绽放啦，绽放出来之后，你会听到女祭司的指引。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会慢慢的发现说，原来你早就已经自我疗愈成功了。那这三个元素都出现的时候，相遇的时刻其实就在接下来而已。那这个人来的时候，他没有要修复你，因为你已经修复完成了。而是你在迎接什么？迎接新的你跟他啦。他不是你的救赎者，而是他是过来接住新的你。他是一个自然的靠近。以前面的方式来说，其实他已经在你已经在他的视野里面了。只是在他的位置，他也在确定他要不要靠近这个已经在吸引他的能量。这样，所以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你的那个能量散发出来的是他的灵魂所接收到的是一种欢迎。快靠近我吧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靠近你了。他自然而然就会在一个陌生的场合看到你，而自然而然走过去跟你认识说话，有可能会有这样子很强烈的吸引力所以宝剑三的另外在代表是说，你的心要先柔软起来，不要被过去的痛楚束缚起来了，微笑着迎接新的未来，这样他就会在你面前了。所以这三张牌在讲什么？他不会在你最混乱的时刻来临。他会在你已经拥抱自己的真实，然后散发出一种自然的明亮的时候，然后也已经知道如何接受爱的时刻的时候，他就会悄悄的站在你面前了，很自然的。那这就是第3号牌的内容了希望给你一些蛮不错的指引那我们一起乐观的期待吧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